2011年100人的团队做出了上古卷轴5天际，2023年500人的团队却做崩了星空。开发人数翻了5倍，开发预算翻了4倍，但游戏还是做烂了。更离谱的是就在前几天，这款曾经的微软第一方大作，时隔发售2年才登陆 PS5 之后，玩家们却惊讶地发现，它竟然还是烂的。大量玩家申请退款，而且索尼竟然还同意了。索尼的 PlayStation 对于游戏的退款政策一直非常的严格，正常情况下一旦下载，除非游戏存在明显缺陷，否则基本上是不可能给你退款的。所以当一款游戏能够让索尼做出无条件退款的决定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款游戏的首发体验有多糟糕了。印象中最深的一次还是首发级灾难的赛博朋克2077，当年黑梦任务的黑屏事件，至今我还记忆犹新。而如今 PS5 版的星空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拥有 PS5 甚至包括 PS5 Pro 在内的玩家，首发即遭遇到大规模的崩溃、频繁死机和存档异常等问题。许多玩家直呼这个游戏根本就是无法正常游玩，很奇怪对吧？B 社的游戏虽然出了名的 bug 多，但这游戏已经在 Xbox 和 PC 上发售2年多了，该修的 bug 应该早就修完了，怎么还能出如此大的纰漏呢？500人的第一方工作室，办事效率怎么还能这么低呢？而且这还没完这家工作室自从创造出上古卷轴5之后，就好像突然不知道怎么做游戏了一样，游戏的质量和他在玩家印象中的口碑一路下跌。最可怕的是这并不是一个个例，而是整个西方 3A 游戏产业的整体趋势。那些老牌大厂似乎都在盛极必衰，都在逐渐失去自己的魔力。所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在我看来，这件事情的核心其实并不复杂，只是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而已。那就是今天做游戏的那批人和过去已经不是同一类人了，而且他们的变化不只是能力层面的，更是动机和视角上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才是真正影响游戏质量的关键。所以今天的这期节目，我想聊聊游戏行业到底是怎么把做游戏这件事情从玩家做给玩家玩，变成打工人为了 KPI 糊弄交差的，以及这种趋势会把整个行业带向何方。大家好，欢迎来到豆频道，我是老九。有的人可能会认为 B 社是在被微软收购之后才开始逐渐走下坡路的，但真正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B 社的这种变化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一场持续了10几年的自根部蔓延开来的腐烂。从上古卷轴5天际到星空，这2款游戏之间隔着的不仅仅是时间，更是2个完全不同的开发时代。2011年老滚5的100人团队在当时已经是 B 社有史以来最大的团队规模了。要知道辐射3的开发团队只有70人左右，而更早的上古卷轴4湮灭也是70人出头。这种小型团队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核心成员之间可以直接沟通，设计师能和程序员坐在一起讨论问题，美术组长可以直接找到关卡设计师协调细节，总监也能在每一个细节上和团队充分交流，做好最终的把控。这是一个所有人都能认识彼此，知道对方在做什么的团队规模。而我们的星空呢？根据前 B 社开发者 Nate PewDiePie 在2024年接受的采访中的发言，你就会知道这个项目的团队规模达到了惊人的500人左右。这还不包括外包配音演员、本地化团队这些人500人是什么概念？500人就意味着你需要横跨好几个不同的办公室来协调工作，意味着每周要开20场以上的会议，以确保每个人都在同一个方向上前进，意味着你根本不可能认识团队里的每一个人。更要命的是，这500人里还有相当一部分是 Machine Games、Arkane、The Forge Interactive 这些外部工作室的人，而这些外部工作室的人，他们甚至都不是同一家公司的。星空的前首席任务设计师 Wilson 在离职之后接受采访时也直言不讳地说道，团队规模让协作变得前所未有的困难，你很难搞清楚谁负责什么，你应该向谁汇报，每个部门都在争抢资源，可是所有人对协作的请求都在说不。层层叠叠的中层管理让想做出改变的开发者无处传达自己的想法。就像我之前反复提及的观点一样，现在很多的大厂还在说什么做3A 游戏太贵，成本太高。你说你把公司搞得这么臃肿，欧美人工又那么贵，它成本能不高吗？这些说白了其实都是他们自己的问题。而且这还不是全部现在做游戏的人实际上也不一样了。
可以说上古卷轴5的成功是一把双刃剑，团队的迅速扩张让我们的陶德从设计师陶德逐渐变成了管理者陶德，让官僚的层级增加了，让沟通的效率也下降了。多项目并行管理的要求，让他对旗下的那些只是为了找份工作的开发者到底有多少开发能力，可谓是毫不清楚。再加上他身边那种溜须拍马的有毒正能量逐渐增多，导致老滚5之后的逼社游戏一个比一个烂。但是如果你去看看当年他们那一代的开发者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他们是自己从小就痴迷于巫术和创世纪3这些 RPG 的老玩家，他们进入游戏行业不是为了找份工作，而是因为他们想做出自己想玩的游戏。陶德1994年加入逼社的时候，游戏开发还是一个小众行业，进这一行的人基本上都是硬核玩家。你看逼社早期的那批人都是自己泡在龙与地下城和废土等这些奇幻世界里长大的，他们做上古卷轴做辐射本质上是在做自己想玩的游戏，这种内在的驱动力是无法伪装的，你能从游戏里感受到制作者的热情，能看出他们在乎的是什么。但现在呢，自从逼社做完天际之后，这个500人的团队是怎么招来的呢？是 HR 按照学历、工作经验等指标筛选之后才找到的这些人。对于大部分员工来说，这就是一份工作而已，他们要做的就是朝9晚5，完成 KPI， 拿到薪水，仅此而已。你不能指望这些人能有以前游戏开发者的那种激情，而且现代游戏公司的绩效考核体系彻底的杀死了创造力。在这种体系下，最重要的永远不是做好，而是按时交付。为什么？因为开发周期被财报绑架了，你的游戏必须在某个财年的报告出来之前就发售，必须赶上某个发行窗口，必须配合市场部的策略。你想要延期可以，但是你得有足够的理由说服投资者承受股价下跌的压力。你看看什么样的游戏才能延期呢？都是 GTA 6这样级别的游戏才能够承受延期所带来的股价下跌。所以你看到的结果就是很多游戏能跑就行，竟然在 QA 的眼里也能算合格。星空的 PS5 版就是最好的例子。这游戏在 PS5 上的问题为什么没人负责？因为在 KPI 的体系下，修 bug 不仅不算成果，还会被当成效率低下。你花3个月去优化性能，玩家确实是爽了，但你的绩效考核上却是季度无产出5个大字。你想要重构代码，对不起，这叫延误进度。所以开发者或者说负责给开发者分配工作的小领导都学坏了，他们现在是游戏能运行就行，先发出去再说，反正以后都是数字版，可以后期打补丁。这种先交差质量以后再说的行业文化，跟以前那种不完美不发售的工匠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前他们可以为了质量无期限的延期，而现在的大厂呢，发售日就是死线，到了那天游戏必须上架，哪怕它还是半成品。更糟糕的是，游戏公司越来越大的规模，导致决策链条也被无限的拉长了。随着逼社母公司被微软收购，这种原本就存在的问题又被进一步放大了。现在在这种像星空一样的500人的大项目里，真正拍板的人是谁？其实已经不仅仅是游戏的总监陶德了，更多的是母公司微软看重财报数据的高管，是看重 XGP 用户留存的策划，以及被发行窗口和财报季度深度绑架的项目经理。真正懂游戏的那些声音被一层层的稀释了，到了 Xbox 的最上层，做决定的人可能连自己公司的游戏都不知道应该怎么玩。星空的这些毛病，如果你把视角拉高一点，你就会发现它已经成为了欧美大厂的通病。这种大规模团队、官僚化管理、KPI 驱动开发、财报绑定发售、内容服务化的逻辑，几乎已经成了整个欧美3A 工业的标准生产流程。当一整个行业都在用同一套方式制造游戏的时候，那么它最终产出的就不再是某一款失败的作品，而是在系统性的制造平庸与失败。这种趋势究竟会将整个行业带向何方？说实话，如果这种毫无激情的游戏制造模式继续下去的话，我们正在见证的就会是像我之前做出的判断，它可能会演化成一场欧美3A 游戏的第2次雅达利大崩溃。如果艺术品失去了灵魂，它就只是昂贵的装修材料；如果游戏失去了好玩，它就只是带有交互功能的建模。游戏行业的从业者要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逻辑，那就是游戏在成为一件商品之前，它首先本质上是表达与交互的艺术。为什么现在独立游戏哪怕画面简陋，
却总能让玩家玩得不亦乐乎呢？因为那些游戏背后的开发者本身就是骨灰级玩家，他们是在为了实现自己的幻想而燃烧生命。当一个艺术家在创作时毫无激情，他产出的只能是工业废料。再加上欧美那些搞 DEI 的人，激进到就算不要钱，也要在游戏中夹带私货，强行推进自己所相信的政治理念。这两点加起来，导致现在的欧美 3A 大厂做出来的很多游戏都是那种标准化的无聊，要么是一个巨大的空洞的开放世界，要么就是那一套让人作呕的类似独立女性寻找自我的剧情模板。而且关于后者最可怕的是，在这些理念激进的开发者当中，他们还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下一个宫崎英高，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下一个小岛秀夫，觉得自己有那种通过游戏进行说教，传达某种深奥思想的使命。但问题在于，他们空有这些传奇制作人看上去的姿态，却没有相对应的才华。这些流水线上的开发者只是在用傲慢掩盖自己对好玩这2个字的无知。更令人担心的是，对于现在这些财报只能向上的上市公司来说，那种卖出1份拷贝赚1份钱的一锤子买卖已经满足不了他们日益臃肿的胃口了。他们追求的是持续性的现金流，这就是为什么自杀小队或者是地平线猎人集结这种游戏会诞生。哪怕团队明明不擅长，高层也逼着他们去做服务型游戏。当做游戏的人不再考虑如何让玩家爽，而是开始研究如何让玩家留存的时候，他们的游戏设计逻辑就会从单次的艺术体验彻底转向成长线的收割。我之前还看到一些人，甚至包括部分开发者，在巅峰守卫官服的时候说什么现在的玩家都在期待游戏失败，这是一种病态。但我想说的是，当大部分的游戏已经不再关心玩家的体验，而是绞尽脑汁的去设计通行证、日常任务、微交易、拆分售卖、联动皮肤等等一整套人为延长留存的机制的时候，你做的游戏又有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趋势，你又凭什么去指责玩家庆祝你的失败呢？当你明明在做伤害玩家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难道还要继续为你买单，还要继续为你欢呼吗？所以玩家们庆祝那些服务型游戏的失败，并不是幸灾乐祸，而更像是松了一口气，是看到市场终于开始向玩家的真实诉求回归的一种庆幸。所以崩塌虽然痛苦，但它却是市场完成自我进化的必经之路。这场大崩溃，与其说是行业的末日，倒不如说是一场迟到的清算。当那些工业垃圾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那些真正热爱游戏、懂得游戏的创作者，才能在余烬中重新拿回属于自己的话语权。Later， 星空在 PS5 上首周只卖出了仅14万分，这种成绩相对于对逼社自家声誉带来的危害，真的值得吗？然而它在 PS5 上的翻车也只会是大崩溃的一个小高潮。未来几年你还会看到更多这样的灾难，会看到更多大厂关门，更多所谓的 3A 大作首发即爆死。但这不是坏事，因为只有当这些靠惯性和资本堆起来的空壳被彻底的砸烂，当那些只会开会的高管被清出游戏行业，真正热爱游戏的创作者才有机会去重新定义什么才是好游戏。崩溃从来不是终点，而是重生的启动键。Anyways， 欢迎收看第5频道，感谢大家陪伴。如果你也对逼社和星空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也别忘了订阅、关注、点赞、收藏。我们下期见 ，peace。这特好 I don't give a damn。我天，我觉得我是帮你省了100万，天哪，特好特好，你看你自己看。